小翠儿，你真像你娘。翠儿，你娘好吗？她好着呢。我娘让我见到姑姑一定要向您问好。是吗？她还记得我呢？哪能忘呢？在没事的时候常对我说起您呢。是吗？她都跟你说我什么了？说您人好，有口无心，是个烈性中肠。她还说，当初我娘和干爹好，都是您在中间穿针引线，来回传话呢。她怎么连这都跟你说了？多年的苦日子加上孤单，心里的话只能跟我说了。她呀，还不知道说了多少回呢。是啊，你娘也真够苦的。哪天真该去看看她。翠儿，既然是天意，让我们闵家有了像你干娘这样的贤惠媳妇儿，你呀就给我踏踏实实的住着。我哥那里有我说了算，有我在，他呀不敢不依着我大嫂的。太好了，谢谢姑姑。不许这样。既然是闵家的人了，就应该有闵家的脾气和秉性。你记住了，闵家的膝盖骨是用金子做的，知道了吗？来，坐。其实啊，你干娘她真的不容易。她进了闵家大门之后，一直没个一男半女，那心里头哪能没疙瘩呀？她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些沉重都搬出来，为你干爹想别的辙不可能。所以呀，才打起了你的主意。她知道，我哥是到死也不会忘记你娘的。恭喜恭喜啊！您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谢了谢了，恭喜恭喜恭喜了！您里边请。哎，哦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，您里边请。恭喜恭喜恭喜！里边请里边请。哎呦，来吧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同喜同喜，里边请里边请您坐。哎，同喜，谢谢。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里边请里边请，这边请。刘部长，您里边请。好，里边请。恭喜恭喜！哦，哎，您里边请，慢点慢点。哎，好，收下。好，谢谢。来啦！哦，好，恭喜您啊！好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敬茶来。小小意思不成敬礼啊！太客气了，哎，里边请。刘德厚。大掌柜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豪圈都去了老半天了，老总办不会不来吧？应该不会啊，从小他就对大姑奶奶挺好的，这次是为她办喜宴，老总办不会不给面子的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大掌柜，老姑奶奶和老总办都来了。岳父大人，多谢岳父大人。老姑妈、万良弟和弟妹光临喜宴。看僧面看佛面，云儿的喜宴我怎么能不来呀？岳父，小婿急不择路，错走了一步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嘛。我怎么能给云儿的喜宴添堵啊？不过今天你姑妈能来，那可是给足你面子了。姑妈，那就谢谢您大人有大量。行了，大喜的日子不提这些的，大伙儿热闹吧。啊，对对，别慢待了你们这些客人。啊，是里边请，老总办里边请，您请上里边请。好，哎，万良，这次的事儿都是官家逼的，姐夫在这儿呢，给你赔个不是。嗨，
挑你说的，我和美娟一直觉得你给我们添了不少热闹。别再让我难堪了，帮我在弟妹面前啊多美言几句。哎，一定一定啊，里边请啊，老总办，你请上座。诸位锅头，老朽这厢有礼了。不敢了，老总办吉祥。哎，好，哎，坐。哎，老总办，您先喝点茶吧。啊，哎，小三子，把茶拿过来。快来，好嘞啊！老总办，您喝茶。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啊，谢谢二老光临，谢谢。云儿，谢谢各位锅头的光临，同喜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同喜。谢谢啊。啊，上酒上菜。哎，上酒上菜。啊，我和云儿呢，今天一起敬二老一杯。好。美娟姐，万良哥，云儿敬你们一杯。啊，万良，我们应该祝贺云妹和孙鹏才是啊。对，恭喜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我爹和我姑妈呢。来，我和云儿再敬二老一杯。姑妈，来，云儿祝您老夫日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敬得好，我陪一杯啊。各位，小妹不胜酒力，先行告退。请便。云儿，照顾好客人。看见了吧，人家不领情啊。这不是有寸鹏在这招待吗？是寸鹏啊，跟我过去敬各位锅头一杯啊。好，您说，我敬。来，各位锅头。各位。哎呀，这正主都走了，我看我也回去算了。各位，请，我陪你回去。就这几步路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哎呦，不敢。你们不是还有正事儿吗？别耽搁了啊！老姑奶奶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姑妈，您慢走啊。来，好，各位锅头慢用啊！满上，慢用啊！这酒来了。两家本来就是骨肉亲戚，况且又是你逃婚在前，本来就与理不通。现在人家全家来参加你和寸鹏的喜宴，这就承认了你们的婚事，应该给这个面子。嫂子，我本来就对大伯整天摆弄洋玩意儿有看法。他今天来参加我和寸鹏的婚宴，好像是对我跟寸鹏的逃婚既往不咎了。可是我跟寸鹏的事儿，我并不觉得我亏待了谁，因为我对他是真的。现在，万良哥和美娟嫂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和万良哥只是一起长大，有的只是兄妹之情，并没有儿女私情。没有感情的婚事，即使结合了也不会好受的。你能说出这番话来，我跟你大嫂都可以理解。可以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走就走啊。走吧，回去吧，别让老人心里不干净。走吧。走吧，走。商旅，经商在旅，旅者流动也。谁流动的畅快，谁就能在商场上抢占先机。诸位的马帮就是流动的工具嘛。中国有句老话，也是行话，叫做“不怕手艺潮，就怕家事孬”。你手艺潮可以练呐，可家事孬了，你再练也是白费。诸位都是马帮的行家里手，我试问，
要是给你们一匹老马瘸驴，你们再有天大的本事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滇越铁路马上可是就要破土动工了，这可是世界上最好的交通工具啊！所以我朱子珍举双手赞成。对，老总办，以后啊，我们听您的。以后修路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运，虽然现在马帮不够，但有的是，一招呼就来。刚才您说的那个铁轨，恐怕马运不动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办法，保证给您运到了。是啊，穿林过河喝凉水，爬坡越沟走平道没得说。起早贪黑家常饭，风里雨里不迟疑，我们绝不含糊。好，我要的正是这样的豪气。哎，听说朝廷批准修路的折子还没到法国人手里，那我们干什么？嗨，条约都签了，折子算什么？哼，那可不一定吧，折子毕竟是折子嘛。好了，都别争了，咱们现在请南洋货站的邵总办给咱们讲两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讲两句。在货站主管外事的是美娟，还是让她给大家说吧。母马打头，犯大忌的。不用找了，我听得很清楚。我啊，不怪他。但是我要说的是呢，在云南有很多地方和民族是非常看重女人的，这正是云南的进步之处。我希望你也能够破除陈旧，进步起来。有的人担心破土动工要有朝廷的折子，这是对的。刚才那位先生回答的也很在理。在正式开工之前呢，我们要把大量的资金、工具、物品都准备好了。正如寸鹏过头所说的那样，先把运送笨重的物资的办法给想出来。这么一说，大家都踏实了吧？对，踏实了。前2天呢，我召集了20几个锅头来昆明，大家聚在一起合计了一下，觉得呢，这个修路这事儿能干，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也别跑什么单帮了，咱们就绑在一起，跟着南洋货站一起干，怎么样？好。这哪是要办喜宴，简直就是见风使舵！哎，云妹，你冷静点。小妹，有话咱们回去说吧。小妹，走吧。走。太不像话了。闵家刚刚被人刨了祖坟，你就吃里扒外，你跟洋人同穿一条裤子，跟着洋人屁股后面跑来跑去，你这样做还像闵家的姑爷吗？你这样做把闵家放哪儿了？你把我放哪儿了？啊？你说话呀你！你刚才那股爽快劲儿去哪儿了？云儿，这马帮虽然是咱们的，可有几十张嘴要吃饭呢。为了这个，也要以挣钱为主。我哪天闲着你了？非跟洋人讨饭吃你才开心呢？这不是咱们一家的事情，大家定下的，我们不能带头毁约吧？再说了，对马帮有利的事情，我寸鹏天昏不散，雷打不改。好你个天昏不散，雷打不改！你什么时候对闵家仇人这么横过了？你不改是吧？我改。你先把我给休了。小妹，有话好好说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？别以为是个人就能骑在我们闵家头上拉屎，越说越不讲理了。大哥，好，既然你也这么看我，我真没脸在你面前待着了。我走。至于别的，你们看着办。哎，村鹏，回来，有话坐下说。你大嫂说的对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那天，村鹏跟我说他的想法，
你在屋里不都听见了吗？他愿意干，你就让他干呗，不是还能挣钱吗？就认得钱了，为了钱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财大就能气粗，眼前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哎，村鹏，上哪儿去啊？快回来！快去看看呐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你让他上哪儿去啊？他还能去哪儿呢？接着找那帮锅头，天轰不散，雷打不改呗。他敢！回来！云妹，不让你管你不听，看见了吧？全都应验了。那就眼看着他被洋人使唤，跟着洋人算了。不看也得看，你有什么能耐？我们百姓之家管得了吗？怎么动不动就跟洋人勾上？这马店不是也接待过洋人和他们的车马吗？好，都听见了吧？连你大嫂这么能忍让的都气不过了。好，好，闵家终于又家宅不安了。好，大掌柜，大姑老爷带着马帮走了，快去追呀！空着垛子放着慌，上哪儿去追呀？听人说跑的时候把马鞭子都抽断了。他手上有什么要急着运的货吗？他下一站可能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快让人去找啊！哎。干爹，早饭摆上了，干娘让您去用饭。你姑姑起来了吗？醒着呢，就是不起，说不吃了。干爹，干娘还等着您呢。干娘，干爹呢？他说他不吃了。干娘，干爹可是好几天没有到后面来吃饭了。大嫂，全都是让我给闹的。我走了，他就一定回来了。走？准备去哪儿啊？我去找马帮啊！我跟了他这么久，不该都是他的，也该有我一份。回来！哪儿也不许你去，也不许你再说那些没用的话了。我想啊，村鹏这么不明不白的走，说明啊，他躲的就是你这火爆的性子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吃饭吧。哎，小翠儿，去哪儿啊？我去把干爹叫回来。对，去，让他去啊，他就不好不回来了。回来，坐下。大嫂，你干嘛不让他去啊？让他在前面待着吧。这前院后院都见不着他，你心里就不别扭？你让他回来，他反而觉着别扭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才几年，公爹、二弟玉秋都走了，这个家，他还能待着不动，就已经不错了。大嫂，你就让他这么下去啊？丈夫为什么不叫寸夫，不叫尺夫？因为丈夫，他只能管一丈，管多了连一丈都管不住的。让他在前面待着吧，顺过劲儿来，他自己会回来的。来，咱们谁也不等，吃咱们的。玉梅吃饭，小翠儿吃饭。大奶奶、姑奶奶、刘妈来了。刘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事儿。老总办让我给大姑奶奶送点她爱吃的广东甜肠。敏儿，
上茶。是。我这个爹呀，就爱瞎操心，也不知道云妹领不领这情。来，茶来了。还真让您说对了，老总办就是这样的人。云妈，你坐这儿来。坐。连他自己都说，人世间多变化，大主意得自己拿，瞻前顾后误大事儿，越犹豫啊越抓瞎。你记得还挺清楚。这同宋田成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是总挂在嘴边上的话呢。刚才老姑奶奶说了，你宋田成就不怕人家隔着墙头给你扔了？跟着老总办就说了这几句话。哎，这家里怎么会有田成呢？是有人从广州带来的。有人从广州来了？是的，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也去了。听老姑奶奶说，是去等候寸姑老爷的消息。哦，等寸鹏？是啊，大少爷一直都在打听寸姑老爷的去向，觉得事情出得太多了，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。这不，一打听到寸姑老爷的马帮要到广州，他跟老总办说了一声，跟着就追着去了。我爹说什么了？还能说什么？想着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新婚刚过，让他们一块儿去了。那他们现在有没有等到寸鹏？大少爷已经到了腾冲，说是赶在寸姑老爷前面，在那儿等。哦，哎，云妹，慢点啊！哎，慢点。哎，二锅头，哎，东西买回来了。你先把东西放到楼上去吧，我和邵总办出去走走。好嘞，去吧。我觉得你啊，完全没必要为了修路，跟云妹闹得如此生分，毕竟是夫妻嘛。他太倔了，见风就起，抡火就着，太让人受不了了。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有时候觉得云妹的可爱之处正在于此。还可爱呢，肺都快气炸了。真的吗？他要是真这样，当初怎么会不进我家，跑去追你啊？哎，听我说，跑完了这趟回昆明，跟他服个软。服软？除非我们说好的不再去做。不会的。我啊，从小跟云妹一块长大，对她还是有所了解的。只要别硬碰硬，她会自己往回想的。怎么，不信？试试看吧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哼。好，咱们回小店吃你买来的烤鸡，喝酒去。好。那边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别跟云妹呛着，准保没事儿，啊？好。知道了。卖鸡蛋啦！你看，卖鸡蛋啦！卖鸡蛋啦！这叫糖葫芦。这里的市场非常棒，热闹极了。你看，什么都有。卖头帽啦！非常好。卖大米饭啦！哎，卖鸡蛋啦！卖鸡蛋啦！买顶草帽吧。哦，你看，看看这个东西做的。和他们的帽子一样，实际上却不是帽子，很有意思。你看这个，这是大米饭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哦，很有意思啊！把鸡蛋放在这里面，这个鸡蛋为什么要拴起来卖呢？本来就是拴着卖的。哦，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，很好玩啊？到那边看。奇怪了啊！
我不明白这些鸡蛋为什么要拴起来卖。我们云南的怪事多了，你比如说，坐车没有走得快，出门天气变化快，竹筒当烟袋，草帽当锅盖，鸡蛋捆起来卖，叭叭叫耳快，赶马车的倒着转，就连我们现在所要修的铁路，那都是不通国内通国外啊。不过，说怪也不怪，你们看，这些不好拿、不好放的鸡蛋被这么一拴，就好带多了啊。这样拿着方便，而且彼此还不会碰坏。哦，那不会掉下来吗？哎呀，不会掉的，你试试啊。好办法，聪明，你太聪明了。哎呦，老总办，您吉祥，您屋里坐请。不了，随便看看，卖的怎么样啊？卖的可好了，买主都说呀，既便宜又好用。知道是哪儿产的吗？只知道是从您老的南洋货站端来的。莫才跟他说说，这个是希腊产的哦，经葡萄牙人的手啊，到了澳门，又从香港到了我们手里，还漂洋过海呢，我都没见过大海。就这样也比咱们的便宜。人家做洋蜡是用机器，产量多，成本低，那自然就比咱们的便宜了嘛。那是自然，就是啊，白的多，红的少。要是红颜色多，那就更好了。那咱们内地货不就更惨了吗？是。你去告诉经销洋蜡的客商们，就说我也要进这种机器了。等我用上了这种机器，这洋蜡可就甘拜下风了。正像我所说过的，云游的方丈未必能斗得过坐地的和尚。那是，我一定把您老的话告诉他们。忙着吧。您慢走啊，老总办。刚才那个外国人我怎么没见过？是从缅甸过来的，我见过他。他来昆明干什么？听说看中了翠湖边上的地界，想在那一带开办面包业和照相业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中国人能喜欢那些东西？等着关门吧。也不尽然，过桥米线就是物以稀为贵嘛。昆明不但是省城，而且临近边陲，外国人一多，自然就会找有面包的地方。这同时也会带动起咱们中国人的饮食兴趣，啊，不像有些人只看见眼皮子底下那点地方，3天不见自己家的烟筒，哭鼻子。老总办说的是。大掌柜，我已经和聚仙阁的老板说好了。好，这会儿啊，他正在等着我们呢。世上没有铁杆的庄稼，想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做事情，有地方搁没地方用。是。啊，哎，宝娟，听说翠湖边上开了几家洋馆子。是啊，他们专卖洋酒、面包，还有那个咖啡什么的。生意怎么样啊？听说还不错。现如今呢，从越南、缅甸、印度来的洋人越来越多。这什么鸟吃什么食儿，总得有个去处不是？最近街面上，哎，大掌柜。最近街面上有个人扛着个匣子到处转悠，摸什么照什么，能把活人活物变到纸上，叫什么来着？你看我这脑子，哦，叫相片儿啊！还听说啊，有家专门干这行的照相馆子也准备开张呢。哎，老总办，您看，少爷和少奶奶来了。爸，走，爸。好。爸，您怎么还有逛街的习惯呢？是自然，咱们朱家的家业就是这么逛出来的。爹，回家去吧。
有重要的事儿向您禀报。哎，回家干什么？走，咱们聚仙楼去说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都饿了呢。生意人啊，讲究学么，学么懂吗？这学么啊，就是说正进到手了，哎，还得盯着市面上飘的，不能老是点头哈腰的。哦，爸，小心啊！哎，几位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怎么样，大少爷？您来了，路上还里边请啊，挺顺利。里边请，请。老爷子怎么想起到这儿来吃饭？哎呦，闵大掌柜，哎呀，让您久等了。哎呀，闵掌柜，打扰了。不敢，请楼下殿堂里谈吧。不了，就在这儿聊吧。好，请。哎呀，我当初啊，是想背靠着大树好乘凉，就忘了树荫底下它长不出好庄稼。自从贵饭庄开业，我这生意呀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到现在为止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。道经上有句话，叫生无不生，无不生，有化化有，有异化。这世界的万事万物在不断变化的，你就要守好自己的名菜，又要不断的求新求变，让主顾既为品味而来，又为吃着新鲜而来。哎，行了您，我再维持下去就是自讨没趣。您来的正好，我情愿另谋生路。你说的价码还合适，等我拆对银子，就正式过来办理收购你店的手续。哎，好，我这里谢谢您了。哎，我带您二位下边看看吧。啊，好，请。哎，请。二位请慢走，请慢走。哎呦，您二位来了，哎，请。三位慢用。爹，您猜我们去腾冲的结果如何？怎么样？很好。哦，您再猜，寸鹏在做什么？想说嘛，你们又卖关子；让我猜，你们又先说出来。照直说吧。哼，他呀，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块几十斤重的玉石，一群从缅甸过来的英国商人追着屁股想要，多少钱都不卖。你们在哪儿看见他的？腾冲的一家客店里。他还要在那儿待多久？怎么还不回昆明？不知道，不过看来他想把玉石出售给中国人。他会回来吗？我们问了，他说既然答应了万良，一定回来的，只是呢，不想这么快就主动回来。怎么样？我猜爹听了就得激动。那要等看到那块玉石再说。茂才，哎，老总办，你马上骑快马去腾冲，找到村鹏。来，好，您放心吧，我这就去。美娟啊，爸，您说吧。你也该看看你大姐了。你过了门还没有去过闵家，你也该去谢谢她，她为你们的事儿没少忙活。是，应该去。那我一会儿就去。啊，不用一会儿去，现在就去。2顿饭之间去最好，谁也不打扰谁。那行，我回去就去。见到云儿，就说你们已经见到寸鹏了。爹，您告诉他做什么？您要是真惦记那块石头，他会坏事儿的。不怕，可以把我对那块石头很上心也告诉他。自从桃婚嫁给寸鹏，他们还从来没有分开过。不知道寸鹏的下落，他会受不了，会度日如年的。慢走，您交代的事儿我会照办的。那有劳您了。闵大掌柜的，您慢走。
哎呦，老总办，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那我给您和大少爷、少奶奶斟盅酒吧。不用了。印花堂来有事儿？聚仙阁被令婿逼得开不下去了，只好另谋生路，把店卖了。他想盘你的聚仙阁，等他把银子拆对开，这聚仙阁就幸免了。哦，你们3位慢用。来也不是先说一声，就说离得近吧，也不能就这么简单的迈这道门槛啊。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只是过来随便的看一下。是不是姐夫特别讲究这个，会怪我没带礼物来？他，朱家人拿什么他都不稀罕。哼，我不信。你不信？你不信也甭拿，我可不想让你也跟着挨寒碜。敏儿，大奶奶。去准备一些茶点。是，姐，我要是带了呢？带了？带什么了？允儿妹妹呢？她呀，睡觉呢。我倒挺喜欢她的。那天她在戏台上的样子，就像是西方小说里的女豪杰，让人怎么都忘不了。真的？当然了。要是爹能这么看敏家就好了。我看爹对云妹挺上心的，要不然怎么总惦记着想把她娶进竹家？我说的是敏家，不是云妹。虽说我从小在竹家长大，听了不少爹对敏家的数落，可自打进了敏家以后，才真的知道这2家的不同。这家人老实厚道，讲究做事先做人，做人先克己，总是把别人摆在前边。这样，虽说没有大的长进，也没有大的失落，总是让人觉得心里踏实。随着万良和云妹的婚事日益临近，才接连出了那么多的不幸。我常想，要是竹家和敏家谁也不认识谁，没有那么多的关联，该多好啊！要是那样的话，姐姐可就没有我这个妹妹了。姐姐坐吧。你可是误会姐姐的意思了啊！敏儿，大姑奶奶。敏儿，谁来了？回大姑奶奶，是对门的舅奶奶来了。怎么会是她呀？姐姐，你怎么不问我带来了什么礼物啊？啊，对呀，带什么了？我带来了姐姐最关心的。什么呀？寸鹏的下落和近况。真的？他在哪儿？你快告诉我。那你得把云妹给我叫来。谁稀罕她了？我呀，只想跟万良哥的新媳妇儿好好聊聊。刚才美娟还在说呢，说你们俩呀有相像之处。我都听见了，我可没那么好的命。真替万良哥感到高兴。云妹，知道吗？万良他找到寸鹏了，他说他还和他聊了很多呢。哎，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们怎么也不把他给拉回来呀？他和万良说了，他要自己回来。不过他现在还回不来。为什么呀？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块很大的玉石，传开以后，不少洋人玉石商追着他要买。寸鹏说了，卖也不卖给洋人。可能为石头找到了买主，就回来了吧。敏儿，在，去，让后厨准备一桌上好的酒菜。姐姐，你干什么？你姐夫啊，
有日子没回后宅了，你又头一次来，咱们姐妹3个好好的聚聚。姐姐就不用了，你也真是的，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。谢谢你了，我呀刚吃过早饭呢。那我们就准备中午用吧。不用了，谢谢你了。不过我听说天河马店名扬云贵川，能带我去看看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走啊，姐姐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啊，我也去啊。走啊，走走。